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向阳花评分滑铁卢，赵丽颖却凭演技逆风翻盘。冯小刚导演，赵丽颖主演的《向阳花》票房遇冷，但这位85后小花在现实主义题材中的突破赢得喝彩。她坦言演百部爆款古偶不如演一部扑街的现实作品，从古偶顶流转战现实题材，将出狱女子的迷茫与希望演绎的丝丝入扣，用3年3部现实力作证明，能演好普通人的演员，才是真正稀缺的好演员。电影《向阳花》票房惨淡，这可不是什么新闻。冯小刚导演，赵丽颖主演，这阵容上映前热热闹闹，结果呢？不到1.5亿票房，说好听点叫遇冷，说难听点就是扑街了。赵丽颖这次好像不太一样，可奇怪的是，这锅好像没人打算让赵丽颖背。你看网上，不管是真看过电影的，还是云观众，都异口同声，电影不好，导演和剧本的错，跟赵丽颖没关系。这姑娘的演技，大家伙儿都看在眼里，就算有那么点小瑕疵，也无伤大雅。毕竟，现在肯认真演戏的年轻演员，真是凤毛麟角。这么说吧，赵丽颖现在算是85后小花里最接地气的那个了。早些年演古偶剧，那叫一个火，妥妥的流量担当。可人家没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反而一头扎进了现实主义题材。从幸福到万家的何幸福，到风吹半夏的许半夏，再到这部向阳花的出狱女，演的都是些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可不是随便哪个小花都能 hold 住的。现实题材不像古偶剧那么梦幻，它更贴近生活，也更考验演员的功底。你的真听、真看、真感受，才能把一个普通人演活。赵丽颖就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还不错。就拿向阳花来说，虽然电影本身问题不少，但赵丽颖的表演还是挺有亮点的。她把一个出狱女子的迷茫、挣扎和希望都演绎得丝丝入扣，这可不是光靠颜值就能完成的任务的下真功夫。演好普通人比啥都强。有人说赵丽颖这是在转型，想摆脱流量小花的标签，也有人说她是想证明自己的演技，想拿奖。这些说法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转型和拿奖确实是演员的目标；说不对，是因为赵丽颖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对表演的热爱。她自己就说过，演100部爆款古偶，也不如演一部扑街的现实主义作品来得有意义。这话听着有点凡尔赛，但细品之下，还真有点道理。古偶剧再火，终究是虚构的，而现实主义作品才能真正触碰到生活的本质。赵丽颖不是科班出身，演戏全靠自己摸索。她没有那么多技巧，只能用真诚和努力去弥补。为了演好第20条里的聋哑妇女，她专门去学了手语，还跟聋哑人士交流，体验他们的生活。这种敬业精神，在如今的娱乐圈真的不多见。市场需要这样的演员，所以向阳花扑街了，赵丽颖却赢了。为什么？因为她让自己变得稀缺了。现在市场上最缺的就是这种能演好普通人的演员。导演们都精着呢，谁不想找个演技好又肯吃苦的演员？赵丽颖这次的扑街，反而让她在现实主义题材这条路上走得更稳了。以后肯定会有更多导演来找她合作。毕竟，一个愿意放下身段去演绎小人物的演员，才是真正的好演员。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赵丽颖的未来值得期待。当然可以，以下是你要求的正文内容，大约2000字左右，没有分段标题，延续了你的主题风格。向阳花自上映以来，便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从最初的高期待，到上映后的口碑分化，这部由冯小刚执导、赵丽颖主演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在市场上掀起了不小的风浪。票房虽尚可，
但在评分平台上的表现却不如预期。一时间，向阳花评分滑铁卢的标签在社交媒体刷屏。然而，面对这场关于影片质量的讨论，赵丽颖的演技却成了全网一致肯定的亮点。她不仅没有在争议中沉默，反而凭借自身实力实现了一次漂亮的逆风翻盘。影片聚焦底层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崛起，剧情沉重，情感真挚。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林向阳是一位在苦难中求生的母亲，她没有闪亮的外衣，只有一腔倔强和沉默的力量。这一角色完全颠覆了赵丽颖过往甜美柔和的荧屏形象。她在片中顶着凌乱的短发，素颜出镜，甚至为一场浴戏连续拍摄12小时，导致体力透支晕倒，只为呈现出最真实的状态。她的眼神里有疼痛，有隐忍，也有挣脱命运枷锁的坚定，让观众在每一个细节中都能感受到她将角色活出来的真诚和用心。正因如此，尽管电影在剧本结构和节奏处理上被一些观众诟病为冗长、节奏拖沓，但赵丽颖的表演却始终被摆在了正中央，成为最大看点。即便是对电影本身持保留态度的影评人，也纷纷表示，赵丽颖撑住了整部电影。她在荧幕前展现出的复杂情感与细腻情绪调动，完全撕掉了偶像派的标签，真正迈入了实力派的行列。面对争议，赵丽颖始终选择沉默，不炒作，不回应，只用作品说话。她的态度也获得了主流媒体的认可。央视文艺栏目在报道中直接称赞赵丽颖是一位用行动诠释表演精神的优秀演员，央媒罕见点名支持，可见她的表演已经不只是观众层面的感动，更是被专业圈层所接纳与肯定。这种认可不是一朝一夕的炒作得来，而是她多年积淀后的水到渠成。演技是演员的底气，赵丽颖用实际行动再次证明了这句话。在流量明星如潮水般来去匆匆的当下，她选择走一条最难也最笨的路，不断挑战自我，深挖角色灵魂。从谁是凶手的心理悬疑，到幸福到万家的农村题材，再到如今向阳花的现实主义深水区，她用一部又一部作品证明着自己，不断冲破类型与题材的限制，让赵丽颖这个名字不再只是收视保障，而是演技质量的代表。网友们也纷纷表示，电影可以不完美，但赵丽颖的表演无可挑剔。这一次，她是真的赢了。甚至有不少观众因为赵丽颖的表现而决定2刷3刷电影，只为再感受一遍那种撼动人心的力量。在这样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赵丽颖正在实现一种意义更为深远的转型。她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靠剧本和搭档撑起角色的演员，而是自己成为作品品质的保障。也正是在这次风波中，赵丽颖的从容与稳健令人敬佩。她没有因为网络评价而急于解释，没有在争议中自我否定，而是用安静的方式回应一切，继续认真工作，用心表演，用一部好作品接一部好作品的走下去。这样的演员是任何时代都不缺观众的。在现实题材电影逐渐回归观众视野的当下，向阳花的意义不仅在于票房和话题，更在于它为观众提供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共情体验。而赵丽颖则用她的努力与坚持，成为这份共情最坚实的桥梁。她不再只是演了谁，而是成了谁，真正走进角色，也走进观众心里。最后，想对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说一句，如果你还没看向阳花，请给赵丽颖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共鸣的可能。如果你已经看过了，也请别吝啬你的肯定，把那些属于她的闪光时刻传递给更多的人。演员的每一次成长，都是观众的眼睛成全的。赵丽颖的今天，是她拼出来的，也是你们共同见证的。愿未来的荧幕上，继续有赵丽颖这种有实力、有态度的演员，继续为观众带来触动人心的好作品。封神了！王一博成首位5大刊大满贯内娱男星，太猛了！真正优秀的人，没有时间抬杠，只与自己较劲，
用实力证明自己。外界的声音只是参考，不喜欢便可不参考。天高路远，犬吠以万里之外；海阔风飒，雄鹰自展翅高飞。坚定、平和、赤诚，不卖惨不妥协，精进自我，超越自我，做自己的雄鹰，无需向犬吠解释。真正优秀的人，没有时间抬杠，只有时间多到用不完的人。没有啥正经事可干的人，才会一天到晚趴到网上，对别人的事评头论足。当然，以此为业的人除外，这就是他们的正事。可是，真正优秀的人，始终是向外求，向内修，一心只为精进自己，哪有时间和精力管外面的鸡鸣犬吠，更不会在意。苏轼说：“古今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双引号。王一博的粉丝给王一博留言说：“外界的声音只是参考，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可以不参考。”双引号。王一博从出道以来，走到这条路上，走到这个位置，就在于他坚持做自己。他是一个特别坚定也特别强大的人，内心平和而又充盈。他悦纳自我而又精进自我，认可自我又超越自我，始终如一的认真、坚定、平和、赤诚、自信而又向上。这么多年来，你可曾见过他卖惨诉苦？可曾见过他拉踩引战？可曾见过他妥协将就？可曾见过他轻狂敷衍？从来不曾。他从不和别人抬杠，他只和自己较劲。你说我做得不好，王一博的做法从来不是积极分辨，我已经足够努力，足够优秀，你为啥老是误解我？而是更拼命的努力、拼搏，用实力证明自己，用热爱拥抱世界。我还是那句话，真正优秀的人，没有时间抬杠，因为他足够优秀，足够自信，足够强大。我慕强。王一博固然颜值出众，气质绝佳，仪态万方，可他真正征服我的是人格魅力，是绝佳实力，是超牛实际，这才是他最牛逼的地方。天高路远，犬吠以万里之外；海阔风飒，雄鹰自展翅高飞。我是真的喜欢他。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想要出圈已经不易，能在多个领域全面开花，更是难上加难。而王一博凭借自身的实力、努力与独特的魅力，在2025年迎来了又一座高峰，成为首位达成5大女刊 Vogue、L、HARPERSBAZAAR、Marie Claire、Cosmo 大满贯的内娱男星。这不仅是他时尚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更是其从偶像到全能艺人华丽蜕变的最佳注脚。从《陈情岭》的蓝忘机一脚打破圈层，到《热烈无名追风者》等影视作品不断刷新大众对他演技与选角眼光的认知，王一博的每一次出现都带着厚积薄发的力量。他不是一夜成名的幸运儿，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在娱乐圈中打怪升级的实干派。如今能斩获5大刊封面大满贯，不是偶然，而是时尚界对他综合魅力的肯定。时尚圈的5大刊被誉为女明星的兵家必争之的，封面登得多并不稀奇，能单人拿下5本不同调性的权威时尚杂志封面，并保持风格多变、视觉高级、表现力在线，才是真正封面脸的实力展现。而王一博作为95后男艺人，打破了这一领域男星难上头条的偏见，不仅登上封面，更以极具个人风格的时尚表现引发了圈内外的广泛热议。回顾5本杂志的封面拍摄，每一本都别具一格。从 Vogue 的极简冷峻风，到 BAZAAR 的叛逆青春感，从 Marie Claire 的先锋感，到 Cosmo 的都市潮流味道，再到 L 的温柔优压，王一博没有重复自己每一次造型，每一组神情，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探索和尝试。他把控镜头的能力越来越强，哪怕是在极具挑战性的高定造型或极简背景下，也能用情绪、眼神甚至微表情传递主题。时尚是态度，而王一博从来不是只靠颜值取胜的明星。他对细节的专注，
对自我的雕琢以及对风格的探索，早已让他从穿衣好看迈入有个人审美的层级。他不是品牌附属的模特，他是风格的创作者与引领者。正因如此，各大时尚杂志才愿意反复与他合作，他的封面也屡屡成为销售高峰与视觉热搜的双冠军。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的5大刊封面并非集中发力，而是伴随着他演艺事业的成长逐步展开的。这种长期稳定、渐进式的成就，更说明了他在时尚圈的根基已然稳固，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持续发光的存在。更难得的是，王一博在时尚领域的突破，从未脱离作品为王的轨道。他没有用流量硬撬资源，而是凭借真实的成绩说话。从代言产品的销量与口碑，到影视作品的票房与评分，再到赛事中的专业表现与拼劲，他身上的专业感早已成为他的个人标签。正因如此，他才具备在各大行业间自由切换的底气。也正是这份底气，让他成为观众与品牌都能信任的王一博。王一博的5大刊封面，不仅是一场时尚盛宴，更是一份属于中国年轻艺人的荣耀。他的成功是靠努力书写的真实故事，更是无数普通青年奋斗姿态的缩影。他曾说：“我从来不是天赋最出众的，但我可以是最努力的。”这句话正是他这一路逆风翻盘、终成顶流的最好注解。当我们再一次在封面上看到王一博冷峻坚定的眼神，看到他挺拔的身姿与沉稳的气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他个人风格的释放，更是中国青年新面貌的展示。他的封神之路不是娱乐圈的童话，而是现实世界里努力就能抵达的高光。写到这里，想对每一位支持王一博的粉丝说声谢谢。正是你们的关注、理解与守护，让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加坚定。正是你们一次次热情的点赞与应援，才让他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始终保持温热的人心与不变的初心。同时，也想对正在努力生活、追梦的你说一句：不要害怕过程的艰难，也别轻视当下的努力。王一博的成就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一步步积累的结果。只要你有目标、有坚持、有热爱，总有一天，你也能在属于自己的领域中封神。愿我们都能像王一博一样，不被定义，不被局限，不因一时风向而摇摆不定。愿我们都能像他那样，走自己的路，发自己的光，成为那个让自己骄傲的人。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